美国媒体发文称，为阻止乌克兰图160轰炸机有出售给中国空军的可能，西方联合阻挠导致此项计划破产，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各位老铁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哥。近日，美国媒体针对中国战略轰炸机的发展进行了一个详细的报道。他们认为，中国空军的战略轰炸机方面是目前中国空军的一个短板。虽然正在研发轰20轰炸机，但是数年未见消息。因此，在中美俄三国现役战略轰炸机中，中国无疑是排名最后的。而美媒也揭露了一个消息，就是西方曾经察觉到了乌克兰装备的图160有出售给中国空军的可能，因此西方联合阻挠导致此项计划破产。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图160重型战略轰炸机是上世纪80年代苏联研发的超音速战略轰炸机，是新一代武器之一。80年代末期普遍装备苏联空军，成为苏联空军最为依仗的远程战略打击力量。但是到了1991年，好景不长，苏联解体了，分裂成了10多个国家，乌克兰也是其中的一个。而苏联时期的大部分图160重型战略轰炸机基本上都是在乌克兰境内，因此这些武器也就成了乌克兰所有。图160性能强劲，即使放到今天来看，依然是非常强大的武器系统。截至目前，图160是世界上飞得最快的轰炸机，其最高速度为 2.05 马赫，约合2500千米每小时。与之相比，中国的轰 6K 也不过是900至1000千米每小时，就是目前美国最先进的隐形战斗机 F-35 的最大飞行速度也不过是1958千米每小时，可见图160的飞行速度有多恐怖。航程方面，图160重型战略轰炸机可以轻松突破10000千米，最远可以达到16000千米，作战半径为8000千米，这个距离和美国的 B-1B、B-52H 战略轰炸机没有什么差别，但是比我军目前装备的轰6基本上多了1倍还有余。最后就是强大的载弹打击能力，图160最大的载弹量为45吨，可以携带数十发导弹，如 X55、55SM 或 X101、102巡航导弹等先进导弹，一次可以轻松携带24枚。这些导弹威力巨大，射程普遍在150至5000千米范围之间，并且全部可以携带核弹头对地进行远程的核打击。8000千米的作战半径加上5000千米的导弹射程，使得图160重型战略轰炸机可以打击全世界范围内的任何目标。目前只有美俄两国有这种技术。因此，美媒认为乌克兰在1991年继承了苏联的大部分图160重型战略轰炸机时，很有可能卖给中国。中国对通过采购现代化其军队有着浓厚的兴趣。乌克兰以其他方式传递的技术，包括导弹技术，都能增强中国的战略威慑力量。中国第一艘航母辽宁号 J-15 飞鲨舰载机的原型机苏 27K、苏33就是乌克兰提供的。虽然目前中国空军针对老旧的轰6进行现代化改装，但是轰6终究是一款中程的轰炸机，航程和打击范围和真正意义上的战略轰炸机还是具有一定的差距。因此，图160重型战略轰炸机的重要性对中国来说是不言而喻的。如果中国成功采购图160，这将是中国的第一架洲际重型战略轰炸机，而且方案很可能被中国军方详细研究，逆向工程，并在国内生产，作为一种本土仿制型号，预计可能被命名为轰8。如果这些轰炸机进入中国服役，它们很可能会得到广泛的升级和改装。中国版本的图160性能将超过乌克兰与俄罗斯的原版，中国部署的数量将比今天俄罗斯本身的数量更多。然而，由于担心将先进的图160转移到中国空军会迅速改变解放军的作战能力，西方选择了干预，并且取得了成功。为防止将图160出售给东亚国家，美国及其欧洲盟国采取行动，通过向资金紧张的乌克兰政府提供资金来取消其原本的轰炸机军售，而不是将其出售给中国，从而抢先乌克兰签署出售协议。
再加上相当大的政治压力，被用来强迫乌克兰销毁其武器或将其转交给俄罗斯。此举有效地组织了世界上最先进的轰炸机技术向解放军的转让，并且让中国战轰计划滞后几十年。因此，由于西方的联合干预，今天中国空军的战略打击能力仍然不足，只能使用轰 6K 打击关岛或者西太平洋地区的其他目标。不过虎哥则认为此消息有待商榷，目前没有证据能够证明我国企图购买乌克兰的轰炸机。不过就算是真的，此举也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虽然我们没有获得图160，但是从根本上就避免了这种武器从源头上被其他国家垄断卡脖子的可能。因此我们可以一心一意地专心搞自己的战略轰炸机。目前我们正在研发的战略轰炸机轰20是新一代的隐身轰炸机，领先图160一代，可以进行隐秘的突防攻击。这一点是图160永远也无法做到的。未来轰20的服役会为今天的解放军提供先进的战略能力和卓越的战术能力，以更好地捍卫其在周边海域的利益。